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。我们散户投资股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财富的增值。美股历来牛长熊短，市场上拥有许多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，更是不乏高质量的成长股。而且美股市场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严格的监管，再加上各类宏观数据定时披露，以及美联储政策透明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给投资者的风险。这样看来，通过投资美股赚钱，就像开卷考试一样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相信大部分投资美股的朋友在一开始都是无比乐观、信心满满，恨不得10年一个小目标就已经暗戳戳的安排上了。我在开设第一个美股账户的时候也是满怀信心，但是在3年多之后，我发现还是被现实啪啪的打脸。不仅收益完全不及预期，还有很多次感觉就像别人把饭已经做好了送到了嘴边，却一口都没能吃到。不知道正在观看这期影片的你是否有相似的感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降低了我们投资美股的收益呢？我分析了自己和大部分朋友在投资股票时的经验，总结出了3个投资股票时最容易犯的错误。尤其是对于投资新手来说，如果没有办法克服以下的几个障碍，就不可能获得高收益。甚至即使在牛市，你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赚钱，而你的股票却一直在亏损。如果喜欢今天内容，请点赞转发。我的频道主要分享的是理财投资的知识和个人成长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了。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。降低美股收益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？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追涨杀跌、满仓梭哈，甚至加足杠杆，最后赔得倾家荡产。对于美股投资者，尤其是投资新手，大多数不会采用这样的高风险策略。初涉股市的人由于缺乏经验，对风险的承担能力比较低，更加倾向于逃跑的策略。什么是逃跑的策略呢？就是投资者在盈利的交易中过早离场，即使盘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卖出信号，价格也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，甚至你已经在交易之前已经设置好了止盈的位置，但是常常在价格还没有触及止盈位时，你就早早迫使自己离场，最后也没有遵守预设的纪律，结果就是错过了后面的大部分的涨幅。这种错误会让投资者损失数倍的收益。有统计数据表明，几乎80%以上的投资新手在购买第一只股票的时候，当股票价格稍微上涨时，就会担心它很快下跌而失去所有利润，最后匆匆的卖出。如果你也曾经得过这种恐高症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恐高2字。不过你也不必苛责自己，因为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，人类本身对损失就是厌恶的。当涉及到的是收益时，人们就会表现出对风险的极度厌恶。如果我们顺从这种人性，就很容易做出过早落袋为安的决定。然而实际的股票市场是有悖于人性的。如果我们想要提高收益，就要顺应市场，而不是顺应人类本身行为的决定。我曾经在一期影片中介绍过《CIS 股票交易术》这本书。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日本最牛散户 CIS 投资股票时的交易原则和策略，以及让股票赚取高额收益的秘诀。我把那期影片的链接放在了本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。作者在书中提到，在实际的股票市场，刚刚上涨的股票继续上涨比反转下跌的可能性要高出许多。所以作者不会在股票刚上涨就急忙卖出，而是会等待更多的涨幅，然后在股票真正发生反转下跌的时候再卖出。降低美股收益的第2个错误就是当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，投资者不愿意将股票卖出，幻想股价可以反弹。投资者会犯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和提前止盈离场的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来自于人类损失规避或者叫损失厌恶的行为。而且这个错误的危害性是高于提前止盈的，因为损失带来的负效用是收益正效用的2到2.5倍。投资者之所以在股价下跌的时候无法当机立断割肉离场，可以用沉没成本谬误来解释。沉没成本是指已经付出的且不可回收的成本，我们往往会因为这些沉没成本而不愿意做出理智的决策。在股票市场，投资者将未实现的损失视为账面损失而非实际损失，从而在心理上把它和实际发生的损失隔离开来。投资者有一个心理账户，这让他们相信只要不卖出股票，损失就不会真正的发生。
那这种心理会造成2种结果，第一种结果就是股价进一步的下跌，损失不断扩大，直至无法挽回。第二种结果就是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股价重新回升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第二种结果并没有给投资者造成损失，但实际上投资者承担了很高的机会成本。这个机会成本在于，如果投资者在股价刚开始下跌的时候就能及时止损，卖出股票的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价格正在上升的股票，不仅可以弥补卖出那只股票的损失，还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益。在《CIS 股票交易术》这本书中，作者凭借自己在股市多年交易的经验，提到了下跌时的股票继续下跌的几率高于反转上升。投资股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及时止损，让失败最小化。只要能够拿住盈利的股票，及时卖出亏损的股票，哪怕获利的股票数量不超过30%，但是由于这些获利股票的收益是损失额的几十倍，那么最后总的收益是正的。这种方法是让收益最大化的方法。会降低美股收益的第3个错误，就是买入一些所谓的防御性股票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类股票的波动小，风险低，但是也缺乏上涨的潜力。这种操作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。支持买入防御性股票的投资者认为，在持仓中同时配置成长型和防御型的股票，可以平衡风险，抵御经济衰退，还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股息。我之所以持相反的观点，是基于美股市场的特点。对于其他市场的股票，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论。那美股市场有什么特点呢？就是美股的成长性非常高，而且牛市经历的时间远远多于熊市。我们并不难找到10年内增长10倍甚至是几十倍的牛股。这张图就是美股7巨头最近10年内的投资回报率和贝塔系数。贝塔系数是衡量股票风险的指标，贝塔等于1，表示这只股票是一只平均风险的股票。标普500的贝塔系数就等于1。不难看出，美股7巨头除了特斯拉和英伟达之外，波动都不算高，但是他们带给我们的投资回报却是非常可观的。我们就算用最保守的方式去投资大盘指数 ETF， 最近10年的投资回报率也达到了 316%， 年平均回报率超过 12%。实际上，很多防御性股票的回报率远远不及大盘指数，所以防御性股票给我们降低的那一点点波动，完全不能抵消低收益所造成的损失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持有防御性股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机会成本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们投资美股时收益不及预期，甚至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投资者容易犯的3个错误。要解决第1个和第2个问题，我们要克服损失厌恶的心理，在股市上顺势而为。要解决第3个问题，我们只需要不盲目的去购买低风险低回报的股票，而去多关注那些高回报率的股票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